我是一名空服员，工作迈入第5年。这班从台湾直飞法国的长程航班，虽然是例行任务，但却是我这段时间以来最疲累的一次。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已经是傍晚6点，冬日的欧洲天黑得特别早，天空像一块湿冷的铅板压着。这趟航班后，我们的机组人员将在机组专用饭店短暂过夜，隔天一早再飞回台湾。我们下榻的饭店位于郊区，距离市中心有段距离，是一栋有些年头的4层楼建筑，外观带着古典风格，像某种过去贵族使用的乡间别墅改建而成的旅馆。大厅宁静优雅，墙上挂满旧照片和镜框，但说不上来的冷清。我分配到的房间是309号，楼层末端，走廊进得出奇。打开房门后，标准的双人房格局，一张靠窗的床，一面老式木质衣柜，地毯有些褪色，空气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霉味。我原本想快速冲澡后好好休息，但当我站在浴室里卸妆时，总觉得镜子后有东西在看我。那不是视线的错觉，而是一种很沉重的在场感。我猛地回头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开着的浴室门轻轻晃了一下，像是有人经过。洗完澡，我躺在床上滑着手机，感觉身体总算松了一些。电视开着，但我没太留心节目内容，只是任凭声音当作背景，盯着手机荧幕搜寻着巴黎的天气预报。滑着滑着，我点进了一个当地的电视台网站，首页正播放着一段灵异怪谈节目的预告短片，画面有些模糊，配乐诡异低沉。主持人的语气刻意压低，介绍着一间位于巴黎郊区，专供外籍机组人员下榻的老饭店。他提到，这栋建筑已有数十年历史，过去曾是私人别墅改建，后来才转为旅馆使用。节目声称，几年前曾有位年轻女性在一次飞行任务后入住此饭店，却在某晚被发现沉尸于房间内，至今原因未明。节目特地避开详细资讯，仅以3楼末端的角落房型带过。我的心莫名一紧，那段叙述和我现在住的房间格局竟出奇的一致，单人床靠窗，一座老式木柜，复古吊灯微微晃动，连浴室外的小桌上也摆着一个破损的陶瓷烟灰缸，跟节目中闪过的画面几乎一模一样。我转头看向电视时，画面正进入重现画面，一段仿拍的剧情中，一位年轻女子穿着制服，拖着行李走进3楼某间房间，疲惫的洗澡后躺在床上，而就在深夜时分，房内突然变得异常冰冷，镜子里出现不属于她的身影，窗帘无风自动，灯光微闪，接着画面一黑，留下电视旁白轻声说道，她直到现在还没有离开过那层楼。节目结束的瞬间，饭店内忽然变得异常安静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不知何时窗帘微微掀起，一道冷风悄然灌入房内。我下意识环顾四周，视线扫过衣柜方向，忽然感到某种不是一个人的错觉正盘旋心头。就在此时，房内的电视没有关闭，却画面忽明忽暗，突然无声播放着一段画质颗粒感极重的画面。那不是节目内容，也不是我能切换的频道，而是一段奇怪的回放。画面里正是这间房，一位空姐模样的女子坐在床沿，表情疲惫，双手捧着手机，看起来与我方才的模样无异。她似乎在看什么影片，接着将手机放下，望向镜子，而镜中竟缓缓映出另一个模糊而诡异的影像。她惊慌回头，却已来不及发出声音。画面在她张嘴的刹那中断，我全身发冷。就在我正思索着是否该换房时，手机突然自动熄屏，我转头望向窗边，发现原本合上的窗帘竟然微微掀开，像是有人从里面探出头来。接着，我听见锵一声清脆的玻璃声，来自床头的水杯竟自己从桌上滑落。我顿时汗毛直竖，扑上前按下遥控器将电视关掉，心跳快到像要跳出喉咙。但当我回头再看那面镜子时，什么也没有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一瞬间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穿着旧款制服的女孩，双手沾满鲜血，
倒在我身后的床上。我回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床铺整整齐齐。那晚，我不敢关灯入睡，听着外头楼梯间偶尔传来的脚步声与风声，一直到天色微亮。凌晨4点，我接到电话，是另一位空姐友人，她也住在这层，语气惊慌地说：“你有听见有人敲门吗？”我这里刚刚连续敲了3下，门外没人，我们对看一眼，彼此决定今晚都不要睡了。天亮前，我们相约在大厅，一整晚谁都没再回到房间。隔天飞机起飞前，我鼓起勇气问了当地接送司机，那家旅馆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，他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说：“你们亚洲人总是排班住在309吗？那间出过人命哦。”那女孩好像也是空姐。回到台湾的那天傍晚，我整个人还是像飘着一样。连续长班的疲惫本该让我倒头就睡，但一躺上床，脑中却不断浮现那晚在法国饭店所看到的画面，那段不像节目重播，却仿佛发生在现场的录影，女子的表情、动作，甚至床单的皱褶，都与我当时身处的房间毫无二致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精神出问题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在公司休息室里遇到几位资深学姐，刚好提起这趟法国线时，语气里不经意说了句：“我们这次住的那家饭店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”学姐们听我提起后，表情竟有些微妙。沉默片刻后，一位我平常最熟的组员学姐悠悠地说：“你也觉得了吼？我以前也睡过那层，3楼，靠楼梯尾端那几间对吧？”我点点头。她压低声音，用一种好像怕被强听见的语气说：“那家饭店其实以前就有事。”另一位学姐接着说起那件过往事件，那是一件公司内部曾经悄悄传过一阵子的命案，但很快就被压下来了。3年前吧，一位新进没多久的小学妹，独自从巴黎飞回来之前，在那家饭店的房间被发现时，已经没了呼吸。浴室有打斗痕迹，但现场没有明显破门迹象，警方说是自杀，可我们很多人都不信。我听到这里，心底浮出无数问号。那他是怎么了？新闻报道当时说他精神状况不好，有服用安眠药的记录，但我们内部知道，他其实是因为某次飞完韩国回程后，被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乘客跟踪。学姐的语气越说越低。那男的后来疑似假装是机组人员家属，偷偷潜进旅馆。案发隔天早上，其他人才发现那房间根本没人出来吃早餐，才破门进去。另一位学姐说，他就倒在浴室旁，身上有淤青，衣服也被扯破过，但监视器没有拍到可疑人物，现场也没明显指纹。家属想提告但没证据，后来整件事就变成公司默认的不讨论事项。我听完后，手心都是汗。他们说的这间房型、楼层，甚至床的摆设，都和我那晚住的房间完全吻合。那段回放影像中女子的身影，越来越像那位传说中的小学妹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那晚我看到的不是节目，不是幻觉，而是她临死前的残影。我鼓起勇气问他们，那位学妹后来有做法事吗？学姐摇了摇头，那间房到现在还是有人住，饭店说法事无异状，公司没正面承认过。但很多人非那线，如果能排，就排别层。听说还有学姐住那间的隔壁，半夜听到有人在敲墙，隔壁却没人住。我沉默了，心中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悄然升起，不知是愤怒、不甘，还是深深的哀悼。当晚，我在家中点了一炷香，静静地坐着，对着窗外说了声：“如果那晚真的是你，谢谢你让我看到，也希望你不要再孤单了。”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